F-15 50岁 ，F-22 25岁，两架都是美国空军机库中最为重要的空中优势战斗机了。那么，请问，要是你来做决策，想要进一步升级和扩充战斗机编队的话，你会选哪一架呢？F-22对不对？因为它更年轻、更先进，超隐身也超能打嘛。但是美国空军的选择却是 F-15。不仅如此他们更是已经下定了决心，计划在2030年左右呢，将现有的 F-22全部退役。奇怪了，这到底是为什么呢？虽然我相信咱们频道的大部分观众对 F-22已经是相当熟悉了，但是呢，我还是想要再简单的介绍一下它，以免让人觉得它就是个连 F-15都不如的花架子，所以说才被抛弃了的嘛。但事实上呢，当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 F-22猛禽战斗机于1997年首次飞上天空时，它就是一架与现役所有的战斗机都截然不同的新物种了，以至于很快就因为它的出现呢，诞生了新一代战斗机的标准。我们现在都知道了它们被称作第5代战机。如今整整1/4个世纪过去了，全世界也只多了3款飞机，以足够先进的实力赢得了令人垂涎的5代机的称号嘛。F-35、歼20和苏57，尽管这些战机比 F-22更新，当然在很多方面也更为先进，但 F-22仍然被广泛认为是这个地球上最强大的空对空战斗机了。原因很简单因为 F-22的诞生呢，就是为了拿到空战之王的桂冠的嘛。但讽刺的是正是这顶桂冠呢，成为了他被迫退出历史舞台的主要原因之一了。F-22诞生于美国空军的高级战术战斗机计划。该计划呢可以往前追溯回到1981年，当时美国空军首次制定并确定了下一代空中优势战斗机的要求清单，他们全部都指向去取代已经被视为传奇的 F-15鹰。彼时冷战依然活跃 ，F-15有一个明确的对抗目标。苏联的米格25，尽管后来我们知道米格25更多是苏联人放出来的一颗烟雾弹，但是它的确对美国人起了作用让他们怕得不行所以哪怕是认为自己的 F-15可以在米格25面前占据优势，但是也很担心苏联的下一代战斗机呢已经在路上了，把 F-15打掉呢似乎只是个时间问题嘛，得要抢时间了。于是你看这速度1985年开始征集方案，结果到了1991年，不仅 YF-22已经试飞，而且还赢下了生产合同。6年之后呢，也就是1997年，第一架生产型的 F-22就首飞了。8年后，2005年 F-22正式服役。结果嘛，自然是跟当初想要的一模一样了。F-22的空战能力首屈一指，得益于其推力矢量控制和高推重比的发动机 ，F-22拥有极高的机动性，再加上那挺 M61火神6管20毫米加特林旋转机炮，使其即使在完全不考虑隐身的情况下，也能够在空中与那些最强大的4代机近距离狗斗。就更不要提迄今为止飞机上最小的雷达截面了嘛。如果他想要隐身呢，也可以选择在视距外就同对方交战嘛。总之空中优势似乎被他拿捏得死死的。所以这么看起来这款5代机的开山之作不仅研发得快，优势还很明显，而且服役的时间也近得很嘛，实在是找不出什么理由退役它。好，其实理由很简单，就是它存在的理由不存在了。就在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赢得建造 F-22合同的同一年苏联解体了，冷战结束了。到 F-22服役时呢，美国已经遇不到他假想中强大的苏联战斗机了。相反，他倒是呢，在多个战区对恐怖组织发动了战争。不过，恐怖组织哪有什么可以跟 F-22干架的战斗机和防空系统呢？等于就是F-22完全就失去了对手了嘛，茫然了。因此，2009年，美国将原本计划的750架 F-22订单呢大幅削减至186架，其中真正入列的不过150架左右。这些原本有望在机队中取代 F-15的5代机，突然就变成了濒临灭绝的物种了。而且随着多用途隐身战机 F-35紧随其后 ，F-22的大部分生产线呢被蚕食，变成了别人的嫁衣。于是这个世界上就永远都不会有超过186只猛禽了。那只有186架，就将就着186架用呗。怎么着它也还是够先进的呀。似乎退役的决定还是有些站不住脚嘛。但是随着生产线的停止呢，一些部件根本就无法更换嘛。而如果要去小批量的生产它们的话，成本会高得惊人
毕竟美国空军曾经打算退役其所有的 F-15，以支持 F-22，但如今必须要支付维护、更新和发展其 F-15机队的费用，同时还要支持相对较少但价格却异常昂贵的 F-22，他们实在也是吃不消了嘛。与其这样拧巴着，不如痛快的来一个了结啊，直接退役他说案了。这大概是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另外，好，就算美国空军愿意留着这100来架的 F-22，但他们毕竟是几十年前的产品了，有很多东西呢都是需要升级更新的，比如航电。好吧，这又是一个大问题啊！与之前的许多战斗机一样 ，F-22在开发时呢并未考虑模块化，这意味着其过时的硬件和软件是结合在一起的，因此想要升级它，不是简单的更新一下软件就行了，而是需要完完全全的更换其整套硬件啊！这笔钱花下去就一定不是个小数目嘛。目前，美国空军正在对这些 F-22进行一系列耗资110亿美元的更新，110亿不便宜吧？但花这么多钱，甚至连老航电的边边都没有擦到，只不过是一些替换更隐形的外部油箱和挂架、新的超视距空导弹和新的电子战套件的开销而已，算是冰山的一角吧。好，那你还可以说，美国佬有钱砸它不就完了吗？硬要这样呢，也是可以的啊。但是，即便把全部的 F-22都升级了，他们也不过才150架左右嘛。要是真的遇到大规模的战斗了，能够用吗？同时啊，他们也仍然面临着很难获得替换零件，所以就没有办法更换因老化退役、在事故中损坏或者是被击中后报废的 F-22了。花那么多钱升级维护，结果却换来了一个寂寞，显然是不明智的嘛。所以，明智的做法是什么呢？是退役 F-22，升级和补充 F-15，同时把钱砸在下一代制空权战机的研发上嘛。在珠海航展上呢，有这么一个长脖子，它全部伸出来的时候呢，有18米高，可以站上6到7层楼了。正好我的工作室呢就在7楼啊，来实际感受一下。视野真的是很好啊，而这个东西呢，要的就是视野啦，因为它是一台低空补盲雷达，说白了就是能够补充普通地面雷达不能往下看的视野盲区了，从而探测到从低空突防的各类目标。不管是固定翼还是直升机，不管是无人机还是巡航弹，甚至连来袭的炮弹也无所遁形啊！这就很好用了，因为我们知道贴地飞行就是传统的跟雷达躲猫猫的最好用的手法嘛。如果这招也不好使了，那岂不对敌人来说就太难了吗？而且你看它脖子还可以收回来的，降低高度之后呢，能够方便的移动，可以随时重新部署，灵活性也有了，不错嘛。单向透明，咱就能拿捏的恰到好处了。你再跟我玩低空突防，我来举一个例子大概就会像是站在讲台上面的老师看下面的学生偷偷摸摸的做小动作一样，你以为你隐藏的很好，但是在老师面前其实那都是透明的。我要不要点你一下，那就全看我的心情了。好，说到这儿其实我没有过瘾，相信你也没有过瘾的因为什么贴地飞行可以骗过雷达呢？而架高的脖子只是因为视野好就能够通吃全场了吗？咱们就来继续的详细聊一聊首先，贴地飞行主要能够从以下4个方面躲过或者骗过雷达。第一个呢，就是基于雷达本身的特性缺陷了，它只能走直线嘛。其实咱们可以把雷达想象成一只手电筒，在黑暗的夜里面呢，只有当物体被手电筒的光线扫过，然后将光反射回我们的眼睛里面，我们才能够看得到这个物体吗？雷达不同的呢，就是它发射的电磁波是在不可见光的波段而已了。但它们都是沿着直线传播的虽然现在雷达已经强大到能够探测数百甚至上千公里以外的目标，但是你首先得要保证这束雷达波是能够沿着直线照到这个目标上才行的。好，缺点就这么来了地球可是个球所以地面是有曲率的，架在地面的雷达哪怕是平视着往前看，也只能看到地平线以内的范围嘛，你是看不到下面的。于是地面雷达的实际探测范围呢，就主要跟2个因素有关了，一个呢是自身架设的高度，另外一个是目标的飞行高度了。假设雷达自身架在离地面5米的高度，而飞机则飞行在离地30米的低空，它就只剩下31公里的探测范围了。如果现在飞机提升高度来到10000米的高空，同样的雷达在442公里以外就能够发现它了，探测范围提高了14倍。可见低空突防突的是什么？
首先突的就是你雷达的物理盲区了。那这个时候敌人不会傻到抬升自己的高度好让我看到，但是我却可以主动抬高我的高度嘛，将地平线往下降一些，是不是就能够探测到范围更远一些的目标了呢？好，咱们接着说低空躲雷达的第二项为什么了，它就是地形啊，因为大地并不平坦嘛，不管是山谷还是山丘，不管是树木还是建筑物，都能够从物理上阻挡雷达波的传播了。所以理论上，我只要飞得比他们都要低，是不是也能让对方的雷达看不到呢？还真是的啊！实际上，俄乌战场上双方都使用了这样的战术，于是把雷达的脖子拉长，拉得这么长，让它越过高墙，当然也就能够看到背后的东西了嘛。好，到第三样了，是什么呢？是低空的复杂大气环境和地面的复杂反射对雷达造成的严重杂波干扰了。大气中的任何东西，不论是鱼、烟尘、云、鸟，甚至水蒸气，都可以弯曲散射和吸收雷达发出来的电磁波嘛。它既可以进一步的降低雷达的探测范围，也会在雷达屏幕上以噪音的方式呈现出来，干扰实际的探测目标。而且这样的干扰会随着距离的增大而越变越大，直到完全就消失在杂波之间了。另一方面呢，飞得低还有地面建筑、树木、公路等等由地面反射带来的杂波影响，它同样会将再次飞行的目标掩盖其中，难以发现。你也许会说咱现在不是有预警机了吗？我们可以从高空往下看吗？这不就大大扩展了可视范围，任你再贴近地面都会落在我雷达波的视野当中吗？是，话虽这么说，但预警机多贵啊！运行贵，造价贵，所以使用上自然就有了限制嘛，很难像这个家伙一样用起来比较放得开哦。另外呢，处理杂波其实也是有一套传统的有效套路的，那就是多普勒雷达。因为我们要看的是移动的目标嘛，所以多普勒效应呢就能够将移动与静止的物体分离开来，让雷达捕捉到真正的目标。OK， 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低空突防就真的是没有办法了吗？当然不是啊，新的战法呢就应运而生啦。你看这些画面他们可以飞行在高速公路上嘛，他们可以贴着高速行驶的汽车一起飞嘛，这样雷达你还认得出谁是谁吗？难了啊！所以呢，我就不光要能够看到你，还要能够以高精度来看到你，才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嘛。最后，低空飞行还能带来一个针对雷达的优势，叫做多近干扰。因为飞得低了，既贴近地面也贴近树冠，就会让从飞机表面反射的雷达波在回到雷达之前呢，有可能多次的在地面或者其他什么物体的表面反弹。这样的话，在雷达看来，我的确是能够看到目标了，但是看到的却是几个目标，而只有其中的一个才是真的，其余的呢都是鬼影。要怎么判断呢？这也是一个麻烦事儿于是低空突防的成功率呢就再次提高了。雷达想要干掉这个估计得要靠算法了。而据说咱们现在的雷达算法是很厉害的哦。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内容航展上面看飞机、看坦克、看枪械呢是普遍的热门而雷达这里却冷冷清清，我有点气不过所以咱就多介绍介绍呗。下一期我们来讲讲这个家伙，他也很厉害所以要记得关注我哦。你看这架直升机的模型，大概率会以为它就是个儿童玩具吧？跟我的这两个玩具呢，应该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它其实是真的。休斯 XH-17，1952年9月16日首次飞行，前后后测试了3年时间，总共起飞33次，留在空中长达10个小时，而且正是有了它，才会有后来大名鼎鼎的 AH-64阿帕奇。所以今天咱们就来聊聊它的故事当你第一眼看到这架直升机，会留意到什么呢？首先就是那对比例显得极不协调的巨大旋翼了嘛。是的直到现在，那对旋翼仍然保持着世界纪录直径高达40米，这就意味着它其中的一片旋翼呢，长度差不多就有20米了，基本上是2辆55座大巴加起来的长度了。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画面来脑补一下总之是非常夸张的。另外一个明显的特征呢，就是那4条恨比天高的起落架了他们将 XH-17的整个机身高高的托了起来，明显就是为了将悬空的部分给留出来，挪作他用嘛。是的，这就是设计建造 XH-17的全部目的了它是一架所谓的空中起重机，为的呢就是将军事物资快速的进行转移。
1946年1月美国陆军航空队发出了一份招标书，他们希望获得一架能够抬起4536公斤有效载荷，最快能够飞105公里每小时，可以悬停在915米的高空，可以覆盖160公里的半径，可以续航30分钟的重型直升机。并且这架直升机呢，还必须要便于拆卸，以便能够装在标准拖车上面到处去运输嘛。好，所有人都仔细的思考了一下，认为这样的要求似乎只能够拿出激进冒险的方案才能够获胜了。比如说用巨无霸的旋翼，并且一改传统的从中间这根轴来驱动它的方案，而是用翼尖喷气来推动其旋转。跟我们昨天讲的英国的死亡之轮有异曲同工之妙嘛。所以你看这张照片翼尖上那段锯齿状的造型呢，就是喷口的位置了。而在这张照片上，虽然是黑白，但是我们仍然是能够看到旋转起来的翼尖上那4个明显的亮点了，它们就是正在往外喷气的翼尖喷嘴了。一开始，这个合同交给了凯利特旋翼机公司，并且设计方案都已经基本完成了，中间还经历了几轮的调整。比方说，将原本只是往叶片中间吹进去，经过压缩后温度并不算高的空气的冷循环方案，改成了后来将涡轮机的热空气吹进去，再在翼尖喷射燃料，使其点燃后喷发的热循环方案，把动力翻了3倍还不止啊！但是等到要实际建造这架直升机的原型时呢，凯利特却没钱了。哎呀，这么好的东西，难道就要流产吗？空军也很着急嘛，于是就撮合当时完全没有直升机开发经验，但是有钱的休斯飞机公司和凯利特坐到了一起，说，要不你来当一下接盘侠吧。休斯呢，则是一点犹豫都没有，当场就答应了下来，并直接数了25万美元，把凯利特所有的设计和早期的模型装置呢，给全部接了过来。这个冤大头似乎当得很干脆啊。这哪是冤大头啊，这就是抄底啊。休斯本来就想要进军直升机领域了，但是却苦于没有经验。这下好了，25万就能拿到行业的入场券了，简直是不能再便宜了。所以很多的凯利特资深工程师呢，就极力反对这笔交易嘛。他们知道休斯的脑袋里面都在想些什么。当然拿到一开始叫做 XR17，现在改名叫做 XH17图纸的休斯呢，也的确是没有敷衍啊，而是认认真真的东拼西凑的将原型机给传了出来。双座驾驶舱来自韦科 CG15军用滑翔机。可以操纵的单轮前起落架呢，来自北美航空的 B-25米切尔轰炸机；后面的双轮主起落架则来自道格拉斯 C-54空中霸王。连可以装下2407升燃料的油箱也是借来的，甚至用途还给改掉了。它原本属于一架波音 B-29超级堡垒，是用来装炸弹的。好，动力则由2台通用电气改进之后的 J35涡轮喷气发动机来提供。来自中间压缩机级的压缩空气呢，被送入到螺旋桨的轮毂，然后再通过管道进入到每个叶片尖端的4个尖端燃烧器，在那儿添加燃料并燃烧。当旋翼以每分钟88转的正常速度转动时呢，这种双发配置将为 XH17提供相当于3480匹马力的功率，不仅可以将自己，也可以将额外最多4665公斤重的东西带上天空了。载重指标呢，已经是超过了军方一开始的要求的，还不赖哦。但是它的噪音巨大，很多受邀围观其首飞的记者都说，它听起来呢就像是在不停的开炮啊，你哪怕远在10几公里以外，也是躲不开这样的噪音的。实际上，休斯实验场周围的居民一直就是在投诉它的。第二，它油耗极高，效率极低，最大航程只有可怜的64公里，仅仅是标书上的零头而已，严重的不合格啊。第三，旋翼的寿命极短由于又是拉又是扯，又要空心又要喷火，就使得它呢很快便达到了疲劳的极限，属于一种易耗品，估计真的使用起来成本也是低不了的呀。于是，在断断续续的测试了几年，当旋翼第一次到达更换期限时，干脆就把整个项目给停了算了。军方呢可以把资金用在那些更小、更为便宜的直升机上面，而休斯呢，他也没吃什么亏啊。他现在呢已经跻身直升机大厂的行列了，离他端出那架划时代的直升机 H-64阿帕奇也就只剩下20年不到的时间了。X-17的故事呢虽然结束了，但是大家都是结束的心满意足啊。如果说这架飞机是科幻的天花板的话，那么这架飞机就是可爱的天花板了。
1932年10月7日首飞，由意大利人设计、意大利公司生产的这架验证机斯蒂帕卡普罗尼，基本上就是将一台我们现在已经很熟悉的涡扇发动机插上了翅膀，然后直接飞上天空而已。你看它的整个机身啊，是从头到尾完全贯穿的，于是便造就了这副又粗又短的滑稽模样，成功晋级史上颜值最高，或者说取决于你的偏好，颜值最低的飞行器行列。但就我个人而言嘛，在我做过的众多的飞机模型当中呢，它算是我最喜欢的一个了，因为它实在太萌了，有没有？我甚至怀疑设计它的路易吉·斯蒂帕呢是一个被飞机耽误了的玩具设计师吧。好，既然这样，那我就来把它玩具化呗。为了让它显得够萌啊，所以尽量我就把它尺寸呢控制的比较小巧了一些。哎，你看这样可以把它放在掌心了。然后在细节上面呢做了一些简化，比如原机上面用于支撑机翼的那几根杆子呢，我就直接把它去掉了。起落架呢也改成了这样一体化的，方便安装，也比较结实嘛。轮子也不像原版那样是直接裸露的了，而是采用了后来意大利人复刻时的设计，有了一个看起来相当复古的罩子。哎，虽然这轮子是肯定动不了的，但是啊，这飞机上呢总是要有能动的零件呗，那就让螺旋桨动起来啊！你看，螺旋桨呢是可以这样旋转起来的。这里面呢采用了球头的连接方式，没有上漆啊，但其实裸奔看起来也还不错啊。如果非要上漆的话，这张照片应该就是最好的参考了。它是按照原机的3/5中式复刻出来的，理论上涂装也得到了中式的复刻。因为虽然在1930年代的黑白照片和视频当中呢，我们都看不出这架飞机的真实颜色，但至少图案的还原，哎，没错啊，所以颜色基本上也不会有错的。好，接着我们就来说说飞机本身了啊。你看，原始版本在1930年代就成功的飞上了天空，而即便是70年后的复刻版本也能够完美的飞行，所以就说明什么啊？就说明这个看似飞不起来的设计，其实还是很符合空气动力学的。哎，不仅符合，它甚至开创了航空动力的一个新时代。意大利人路易吉·斯蒂帕呢，出生于1900年，从小就对工程学非常感兴趣。但很不幸啊，第一次世界大战拦腰就打断了他的求学之路啊。他然后呢，只能以神枪手的身份在部队服役。哎，可见射击也必定是在他的爱好清单上排名靠前的。战后，他重返校园，以极高的效率连续拿到了航空、水利和土木工程的学位，的确是个人才啊。所以在意大利空军谋得了一份工作之后呢，便开启了他的疯狂晋升之路，很快就官至工程部总监。到了1920年代的后期呢，他已经在研究如何把飞机变得更加的高效了。而这个期间啊，有几个理论特别就得到了他的关注，其中最重要的是伯努利效应。作为一名优秀的水利工程师啊，斯蒂帕知道流体的速度是会随着他通过的管子的直径变窄而增加的，于是他就同样相信，对于水流起作用的伯努利效应也一定会对气流起作用。那么，如果让螺旋桨产生的气流通过一段中间变窄的管子来增加它的流速，哎，岂不也得到了增加发动机效率的作用了吗？哎，这个就大有前景了啊！于是斯蒂帕马上就动手设计、制造和测试了几款采用他所谓的管内螺旋桨概念的飞机模型，并经过多次迭代和严格的风洞试验之后呢，找到了令他满意的最佳螺旋桨和管道造型设计，即将管道的剖面呢也设计成跟机翼一模一样的两边薄、中间厚的样子，看起来啊就像是将机翼卷起来，直接把它做成一个圆筒一样。好，这架飞机现在已经在图纸上诞生了。下一步呢，就是将其带到现实了。在这点上呢，很幸运啊，1930年代的意大利正迫不及待地想要向全世界展示其领先的技术，尤其是在航空领域上取得的突破了。所以，当斯蒂帕向上级提出自己想要造这架飞机的建议时呢，几乎立刻就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啊。剩下的嘛，就是找一家靠谱的飞机制造商了。最合适的当然莫过于卡普罗尼飞机公司嘛，因为他们似乎对试验飞机呢有一种着了魔一般的执念。所以，要论哪家意大利公司最有资格接受来自于斯蒂帕的挑战呢，那必定就是卡普罗尼了。它反映在这架飞机的名字上，斯蒂帕卡普罗尼，就是简单的将它的两个创造者的名字结合在了一起而已嘛。原本斯蒂帕的管内螺旋桨其实更适合用在大尺寸的飞机上的，但是考虑到建造的成本、测试的限制和失败的代价之后呢，他们决定，还是先做一架小尺寸的飞机出来看看吧。
结果呢，它就成了这副模样了。装着一台120匹马力的发动机，挂着一个可以完全容纳在圆筒机身内的螺旋桨，顶上的驼峰里面呢，居然还能坐下2名飞行员啊！贴地起飞之后，它竟然能够飞得相当稳定，甚至有些过于稳定了啊！试飞员抱怨改变它的飞行姿态有点困难啊，大概是由于位于机尾的控制面有点太小了，而机翼本身呢，你看又有些过大了。而后来的试验表明啊，这个圆筒机身本身就能够产生升力，所以是不需要这么大的机翼面积的。然后关于管内螺旋桨对于发动机效率的提升，斯蒂帕是拿到了实锤了。这个设计的确是更加优秀的。相比起使用同样功率发动机的普通螺旋桨飞机啊，斯蒂帕卡普罗尼拥有更高的爬升率。好，那空军是不是就爱上它了呢？没有啊，由于既要吊装发动机，又要固定机翼，这个圆筒里面呢，实际上是被各种各样的杆子堵了不少面积的，所以阻力就很大，这几乎就完全抵消了它所带来的效率提升了的嘛。所以在空军员里面，它并不是什么实用的革命啊，还是先放一放吧。但是你看啊，时间快进到现在，所有那些最有效率的飞机引擎，不是都延续了斯蒂帕卡普罗尼的涵道式设计吗？所以很多人就认为啊，涡扇发动机的发明，某种程度上呢，是受到了这架飞机的启发的。当然，对于这个观点，路易吉·斯蒂帕呢表示严重赞同啊。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内容。最后你喜欢这个模型吗？告诉我一个理由啊，让我把它送给你哦。Elon Musk 曾经这样评价氢燃料电池：非常愚蠢，更像是一种营销策略，而不是新能源汽车的长期解决方案。他的评价有道理吗？氢燃料电池真的有这么不堪吗？他所使用的锂电池就一点毛病没有吗？好，咱们今天就来简单讨论一下，顺便再拉一种新的电池杀入战局。固态电池，一个一个来啊。先说今天用的最多的锂电池，本质上呢，它就是我们的手机、相机、笔记本电脑等等这些移动电子设备里面的电池的放大版本。只是放大的不单是体积，还有数量。跟使用单个单元的小电池相比，电动汽车里面的锂电池呢，是将数千个这样的小单元捆绑在一起，形成的一个容量更大的组合体。因此才能够驱动汽车这样的大家伙嘛。和传统的铅酸镍铬电池比起来，锂电池的能量密度要高很多，所以不仅能够储存下更多的电量，连使用寿命都要长得多啊。于是就非常适合拿来作为新能源汽车的能量供应源了。到了今天，很多充满一次电的锂电池电动汽车呢，已经基本上能够跑过跟加满一箱油的燃油汽车差不多的里程了。这么看起来是美好的。但是它也有天然缺陷啊。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安全性。锂电池的稳定性其实并不是可充电电池技术里面最高的，它怕高温，它怕过充，它怕过放，它还很怕碰撞。因此它们就需要更高的保护级别，不仅是物理上的盔甲保护，还包括系统上的电子保护啦。每个锂电池呢都需要有专门的保护电路，以确保它们能够在安全范围内去运行。这些呢就势必增加了整个系统的成本、复杂程度和重量嘛，成为锂电池的一大缺点。而因为这个大缺点，其他的一些小缺点也冒了出来了。比方说，这样的电池更难回收，它们的轮胎会因为重量的增加而更快的被磨损，开发周期也因为要考虑1/3车重的电池该如何平衡分布而拉得更长，等等等等。另外尽管锂电池已经拥有不错的生命周期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充放电的性能呢也会下降，而且这跟你用多用少还关系不大即使摆在那儿不用，它的性能也照样会往下掉的。当然最后一点就是所有人都绕不开的里程焦虑了。再怎么样，锂电池的容量还是有限的，还是跑得不够远的，还是需要比加油久得多的充电时间的。短途开开还行，要是跑长途嘛，就得要再认真考虑考虑了。那开长途就真的没有享受清洁能源的资格了吗？哪里不是还有氢燃料电池驱动的电动车吗？尽管马斯克说它非常愚蠢，但其实它有一些优势呢，是远超锂电池的。比方说能量密度，压缩氢气拥有高达4万瓦时每公斤的能量密度，而锂电池呢，对比起来，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有可怜的278瓦时每公斤，仅仅只是前者的0.7%都不到。这意味着使用氢燃料电池的汽车可以在不增加更多重
重量的情况下带来更大的续航里程。再加上嘛，它是加氢而不是充电的，因此可以获得像是加油那样的时间优势，彻底的就没有里程焦虑了。你看多好，既实现了100%的绿色环保，又没有一点的里程焦虑，它会不会才是新能源汽车真正的未来呢？哎呀，光看好处当然是这样啊，但是等我们绕到它的背面，就不仅要感叹一下，为什么马斯克如此不待见氢燃料电池了。有人会说，安全是它的头等问题，这个不假啊。氢气具有相对较低的燃点以及非常宽的空燃比，是一种自带危险的气体，尤其是考虑到这里用的还是它的压缩状态。但是啊，可能让你感到意外的是，跟汽柴油这类石油衍生燃料比起来呢，它却拥有一个巨大的优势。它轻啊，它大大的轻过了空气啊，所以就能够在发生火灾时呢，通过打开紧急泄压阀，快速的将它吹到空气当中。即便此时它被点燃了，也会像一个大火机一样对着天空去燃烧，并不会伤到周围的人和车的。实际上，丰田甚至还用子弹射过他们的氢气罐呢，结果跟电影里面子弹打进油箱的效果彻底不同，没有爆炸，没有燃烧，仅仅只是让比空气更轻的气体通过弹孔逃逸到了空气当中而已。所以这么看起来，安全性并不是氢燃料电池的一个大问题。那什么才是呢？是成本，是效率，是它到底绿不绿色了。先说成本啊。虽然氢是这个宇宙当中储量最为丰富的元素，但是它基本上是不会单独存在的，而是跟水、碳氢化合物，比如甲烷，还有其他的一些有机物结合在一起。因此，要把它作为燃料呢，首先第一步就是要将它从这些化合物当中提取出来了。可惜的是啊，这些过程要么根本就谈不上绿色，要么花费高昂，要么就效率低下。目前大部分的氢气呢，都是通过一种叫做蒸汽重整的过程来制造的。它通过将高温水蒸气同天然气结合，来将其中的氢气提取出来。这种方法一是排放了大量的废气，所以并不环保；二是浪费了大量的热量，所以非常低效。如果把它作为燃料用到氢燃料电池当中，那还不如直接在汽车里面烧天然气好了。绿色和效率两头都没有占到，干嘛还多此一举呢？那就试试第二种方法。电解水产生氢气如何？这次咱们用来自绿色能源的电，比如太阳能、风能等等，环保就没问题了吧？可是它也照样效率低啊。大约有30%的能量在转换的过程当中呢就损失掉了，因此拉高了成本。再加上大规模的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加气站、建设输气管或者建设分布式的氢气生产车间，都是要花很多钱的。平摊下来，现在的结果就是它每开1公里呢，就要比锂电池汽车多花8到10倍的钱，基本上就谈不上什么经济性了啊。最后还有效率的比较啊。刚才我们已经提到，在用电来生产氢的过程当中，大约有30%的损耗了。其实总的损耗远不止如此啊。压缩氢气时的损耗、储存和运输时的损耗、电池内部的转化损耗、直流交流的切换损耗等等，这些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氢燃料电池最后也只能输出其原先1/2还不到的效率，可比锂电池要低得多啊。所以它前面的路还长着呢 ，Elon Musk 可以继续正确一阵子了。但是也不能掉以轻心啊，因为一项新的电池技术很可能要来砸他们的饭碗了——固态电池。其实也算不上新啊，因为固态电池早就在一些小型的电子设备上使用了，只是以前呢它们不好充电而已。把固态电池用在新能源汽车上有什么好处呢？第一，由于它使用的电解质换成了固体，所以体积上大为缩小，只有锂电池的1半左右。在同样的空间里面呢，咱可以装进去2倍的电池，从而带来了翻倍的续航里程，很大程度上就解决，至少是大大缓解了里程焦虑的问题嘛。其次，由于没有液体，它很安全啊，即使被破坏也不容易引发危险，于是保护措施呢就能够大大简化，带来实质性的减肥瘦身了。成本下降，重量下降，既可以让电动车轻装上阵，也可以在原本的基础上装上更多的电池，带来不可思议的大续航嘛。总之，灵活性就大大增加了。最后，其充电效率更高，因此充得更快；其使用寿命更长，因此能够覆盖汽车的整个生命周期等等等等。是不是新能源车的梦想伙伴呢？当然是的啊，只不过它离大规模生产和使用呢还是有距离的。科学家和工程师还在寻找更好的固态电解质材料，而在这之后呢，生产商还要想尽一切办法来降低它的成本，才能最终被市场接受嘛。不过，电动汽车的未来呢是越来越光明了。这是一架 YF23的模型，正在施工，所以抱歉的就贴上了一些胶带。
但是啊，也并没有掩盖住它那些最为明显的特征啦，比如这对巨大的菱形机翼，这副全动式的 V 型尾翼，没有水平尾翼啊，喷口呢则深埋在了机背当中，还特别靠前的驾驶舱和充满科幻感的机鼻造型等等，都使 YF-23成为我心目当中最好看的飞机之一，甚至还略微超越了 F-22一点。实际上啊，YF-23呢，就是当年跟 F-22的验证机 YF-22一起竞争美国空军第5代战机合同的对手了，而且还是一个极其强大的对手。甚至有一些观点认为啊，YF-23呢其实是要比 F-22更为领先的。所以除了颜值 ，YF-23究竟厉害在哪些地方？而既然它这么厉害，又为什么最终却输给了 F-22呢？今天我们就来简单的聊一聊它啊。1980年代美国空军开始酝酿一种新型的战斗机，一种旨在可以对抗最新一代的苏联战斗机，比如苏27和米格29的战斗机。因为此时他们的机库里面现存的空中优势战斗机 F-15鹰和多用途战斗机 F-16战隼，在面对对方功能强大的第4代战机时呢，已经有点捉襟见肘了。于是2个重要的指标呢就被提了出来，第一是隐身。第二嘛，是能够在不用开加力的情况下实现超音速巡航及超级巡航。这2者加起来呢，就能够让这种新型战斗机以神不知鬼不觉的动静快速的接近敌机，同时还能够留下足够的燃料以供战斗和返航所需。不管是哪家公司最终获胜空军都承诺采购750架，以便形成一道坚强的防线。到了1980年底2个团队被选中了，在空军的支持下呢，得以进一步把图纸上面的概念变成实际中的验证机，然后来一场飞到空中的对决。他们分别就是洛克希德、波音和通用动力组队拉出来的 YF-22，和诺斯罗普与麦道组队拉出来的 YF-23了。好，2支队伍呢都非常优秀而且都是有着非常丰富的隐形飞机开发经验的。我们之前的故事里面呢，其实已经详细的讲过了洛克希德曾经开发出了世界上第1架可操作的隐形战机 F-117，以及它的前身慵懒。而诺斯罗普则开发过几乎完全被雷达忽视的隐形侦察验证机沉默之蓝。它的遗产被 B2继承了下来，直到今天呢，都仍然还在服役。所以看起来这是一场很难拉开差距的竞争嘛。我们从几个方面来讲讲这2者的性能当然重点呢还是要落到咱们今天的主角 YF-23身上。好，先说隐身性能尽管 YF-22呢已经采用了相当卓越的隐身设计，但是将它发挥到极致的却是 YF-23。这里我们要乱入另外一架飞机了就是以前讲过的，也是诺斯罗普设计的沉默之蓝了。你仔细看看它俩有哪些共同点最明显的呢，就是将传统的水平尾翼和垂直尾翼整合成了一对 V 型尾翼嘛。这对散射雷达波呢是非常有利的。其次，它俩的尾喷口呢都位于机背，而且还是深深的埋在里面的，这将有利于隐藏飞机的红外热特征。尤其是 YF-23啦，这个通道的周围呢铺设的全都是吸热的材料，所以尾焰就被隐藏得更好了。最后，你看沉默之蓝的这一圈沿边，好像在 YF-23身上不见踪影了吧？但是其实还是有的你仔细看这一圈像鸭嘴一样的造型，不就是沿边遗传下来的吗？所以所有在沉默之蓝身上被验证了的相当隐形的东西呢，都在 YF-23身上得到了体现。并且呢还进一步的强化，比如它的进气口你根本就找不到里面的发动机在什么地方嘛，因为它在这里拐了一个弯，藏在了机背上。利用这样的 S 型进气道呢，就很好的避免了压缩机叶片对雷达波的反射，让隐身性能进一步的提高了。接着咱们再来说说机动性首先是速度。YF-23呢，一共造了2架，第1架全黑，所以命名黑寡妇2号，装着2台普惠 YF-119发动机，在第1轮的测试中呢，可以实现 1.43 马赫的超级巡航。第2架改为全灰，所以命名灰色幽灵，发动机也改为使用2台通用动力的 YF-120，从而使超级巡航的速度提高到了 1.6 马赫，比 YF-22的 1.58 马赫呢还要略高一点点至于最高速度，至今仍然是秘而不宣的。但分析说肯定是超过了2马赫的。好，那机动能力呢？
这里呢就是很多分析指出说它最终被 YF-22打败的最重要的地方了，因为它没有使用像 YF-22那样的推力矢量喷口嘛，所以理论上它的机动能力啊肯定是远远不如 YF-22的嘛。但真的就是这样吗？其实并没有啊！别忘了它那对巨大的微型的全动尾翼了，通过相向或者是反向的转动，它能够为 YF-23带来几乎与 YF-22相同的机动能力。差嘛，也就差那么一丢丢啦。总结起来啊，这两架飞机啊，简直就是旗鼓相当啊！诺斯罗普的 YF-23由于更轻，所以提供了更大的航程和卓越的隐身性能。但 YF-22嘛，使用了更为先进的航空电子设备，并且在机动性方面呢略有优势。剩下的难题就是空军的选择障碍了。我们都知道他最终选择了 YF-22，但这是为什么呢？一方面啊，是洛克希德更会做营销啊。他们的试飞员在飞行展示当中呢，就毫不吝啬地将机头高高的拉起，用一个高引脚发射导弹的动作征服了在场所有的官员。各种各样的花式机动更是一个接着一个的来啊。而洛斯罗普呢，其实他们的 YF-23呢也是可以完成这些动作的，但也许过于高冷了，人家就是不这么玩，所以就错失了种草的机会嘛。另一方面，则来自于口碑。超支和拖延一直就伴随着诺斯罗普，所以一向保守的空军当然就宁愿选择相对比较靠谱的洛克希德了嘛。哪怕 YF-22实际上并没有好过 YF-23。讽刺的是啊，洛克希德最终也没能够让空军省心啊，他也严重超支了，而且一超就超了数百亿美元，直接将空军原本的750架采购计划拦腰。应该说是拦腿砍到了只剩186架了。如今他们更是计划将其逐渐退役啊。所以嘛，要是他们当初选择的是这一架的话，结果会是更坏还是更好呢？你来说说你的观点啦。这架飞机啊，看起来相当科幻，但它不仅是真的，而且是上个世纪90年代便已经成真了。3名飞行员在3年时间里面先后驾驶着它呢，飞上了38次天空，没有遇到过一次危险。可见这个看起来咄咄逼人的家伙呢，实际上是非常的友好的。它叫做猛禽，在2002年首次揭秘时呢，属于波音，但其实它的起点啊始于麦道，甚至还要更为久远，与这两架飞机都有脱不开的关系了。那好，咱们今天呢就来好好聊聊它。曾经军用飞机为了躲避来自地面的跟踪与攻击，靠的都是飞得高和飞得快。他们在 SR-71黑鸟身上达到了巅峰，但是后来啊，人们突然发现，我不一定非得要这么干啊，只要让你从一开始根本就看不见我，不就好了吗？从此啊，高空高速不再是军机的硬杠杠，隐身性能呢才是至关重要的。于是，在一个神秘方程式的帮助下呢，洛克希德用这架飞机慵懒赢下了第一架隐形战斗机的研发合同。随后，他继续发展，最终就成为了这个世界上第一架执行战斗任务的隐形战机 F-117了。好，故事里面的第二架诺斯罗普，虽然在第一架隐形战斗机的设计 PK 中败下阵来，但随后却卯足了劲，用这架飞机沉默之蓝赢下了以实验为目的的隐形侦察机的合同，用实力证明了哪怕我长得再丑又怎么样呢？因为你根本就看不见我嘛。随后他虽然没有继续发展，但由此长出来的科技树呢，最终让 B2 得以诞生了。接下来就是故事里面的第三家了，有点悲催的麦克唐纳道格拉斯了，因为他从第一个项目呢就开始参与竞争了，甚至在与慵懒的 PK 中还赢下了第一阶段。但是后来，不管是隐形侦察机还是更新的先进战术战斗机项目竞争呢，他都没能被选上啊。看着洛克希德和罗斯罗普大把大把的花着纳税人的钱，一架又一架的造验证机，这个心里面啊实在是很不甘啊。好，既然你洛克希德有著名的臭油工厂，那我也对标你整一个幻影工厂出来了。你的臭油工厂里面有1号人物凯利约翰逊，那我的幻影工厂里面就挖你的2号人物过来呗。艾伦·纽西曼，其实这个2号人物是我随便说的啊，他可能并不是2号，但是也绝非等闲之辈啊。维希曼从一开始就参与了慵懒的开发，并在随后的 F-117中继续担任了重要的角色。结束之后呢，还帮助洛克希德为海军开发了那艘隐形战舰海影，以至于在很多绝密项目都还没有解密之前啊，美国国防工业协会就将含金量极高的技术成就奖颁发给了他。理由中最重要的一条是，由于艾伦·维希曼的工作呢，使得美国的隐形技术在与潜在对手的竞争中获得了15年的
领先优势。好，所以你看，由它组建的麦道幻影工厂，显然也是梦幻级别的啦。于是，梦幻的猛禽，就登场了。我必须要承认啊，第一眼看到它呢，我是惊呆了的。这是一架飞机吗？它怎么长得如此奇怪呢？也如此好看啊！当然，好看是好看，但它怎么可能飞得起来呢？跟我有着同样想法的，其实还有后来驾驶它飞了8次的幻影工厂首席试飞员鲁迪豪格了。他在第一次看到这架飞机的造型之后呢，就马上开始担忧起来了。为了验证自己的想法，他还真的就拿了一张纸，折出了跟这个飞机一模一样的带着下翘翼尖的纸飞机，然后扔了出去。不出所料，这架纸飞机呢马上就开始翻滚了起来，最后以背部朝下的姿势呢就栽到了地上。妈呀，我可不能拿自己的生命开这种玩笑啊！当时鲁迪的心里面呢一定奔过很多匹的马啊。但是设计师比马来的还要快，立刻就跑到他面前安慰他了啊，同时拍着自己的胸脯保证放心吧，真正的飞机呢是绝对不会像这个样子的，因为我们已经用计算机模拟过了，并且风洞测试也是做过了的，它肯定是能够飞得起来的。它的确是飞得不错啊，而且设计师的话里面呢，其实是透露出了这架飞机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它是一架采用了当时还相当新颖的快速原型制作方式设计出来的飞机了。所以快速原型啊，就是指抛弃原有的先画图纸，再造模型，接着对真实的物理模型进行测试，然后再根据反馈回过头去修改图纸，再造模型，再做测试，这种反复数遍的复杂流程了。而是从一开始呢，就用计算机来进行辅助设计，在计算机里面建造虚拟模型，然后利用那个年代最佳的算力模拟各种各样的飞行性能，因此能够以更快的速度生产出比以往更加接近成品的原型机组件了。这个在今天看起来呢太稀松平常了，但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确是一个新鲜事啊。话说为什么幻影工厂要这么干呢？其实理由很简单啊，就一个字，穷。因为跟吃皇粮的洛克希德和诺斯罗普不一样啊，麦道是一家纯粹的私有公司，所以省钱自然就成了相当重要的一件事情了嘛。穷则变，变则通，麦道真的就用变把这架飞机给走通了。前前后后啊，从概念到飞上天空呢，这架猛禽只花掉了不到6700万美元，比今天买一架 F-35的成本还要低。但是两者完全就没有可比性啊，一个是让0走到了1，另外一个呢，只不过是在1后面又多加了几个数字而已。说到省钱，咱要再啰嗦几句了，因为它实在是太有意思了，已经到了那种能不用新的就绝不用新的地步。发动机用的是小型喷气机，比如塞斯纳公务机才会用到的普惠 JT15D， 可怜的推力只能勉强超过3000磅。主起落架则是拿比奇飞机公司生产的双发轻型机上面的零件改装一下就成。弹射座椅来自 AV-8B 钥匙战斗机。控制杆和油门来自 FA18 大黄蜂，方向舵踏板呢从 A4 天鹰上直接扒下来就好了，堪称是飞机界的科学怪人啊！空军试飞员道格·本杰明更是不掩饰他的坦诚啊，说：“上面的钟呢就是从沃尔玛买回来的，所谓的空调系统不过就是个小风扇而已。”稍微有点对不起这么科幻的外表啊，当然也是这么高科技的外表。跟在内部省钱正好相反啊，猛禽的外部呢是它另外一个发挥创造力，同时也是毫不吝啬金钱的特点了。单一复合材料的整体结构，极少接缝，几乎没有间隙，相当的尖端啊，是直到今天隐形飞机还在攻克的关键技术之一了。因为可以带来无与伦比的雷达隐身性能嘛。好，当然猛禽呢还有多走了几步。它用整体的外观和优化的涂装，最大限度地降低了阳光下面的阴影，于是即便在白天呢，也能跟天空融为一体，增加了视觉隐身的特性。它将进气口埋在了座舱背后，它将尾喷口呢藏在了这个微张的小嘴的深处，有效降低了红外和声学特征，从而提供了一种整体隐身的解决方案。当然，从计算机模型走到验证机，再从地面验证，最终飞上天空。它在这个中间的每一步呢，都进行了大量的修改。但事实证明啊，
它这副 UFO 的模样呢，还真的就是在空气动力学上是稳定的。有一点就能够说明问题了。跟其他需要使用电传操纵并大量依赖计算机辅助飞行的隐形战机不同，它上面用的还是老式的机械与液压驱动的飞控系统。如果它真的是不稳定的话，早就如鲁迪遮出来的那架纸飞机一样栽到地上了。1999年，这架唯一的猛禽最后一次飞上了天空，用不快的速度、不高的升限，但是却极为有效的隐身能力，再次宣告了波音的研发实力，为后来的很多技术都埋下了基础。